县主可曾见过这样的标记？我在那人的板车上见到的。县主常在宫中，可曾见过？是进房，宫中进房的板车、木桶上都有这样的标志。如果是这样，就解释得通了。进角公常年拉板车，左引前身后前，能够自由出入皇宫，身份地位不会被人注意。而且清角公多用熏艾来驱除味道，太史丞果然厉害。县主，冒犯了。有线索了，跟我去抓人。县主，你怎么众目睽睽之下和太史丞牵手啊？太史丞掐指神算，这不就把凶手的方位找到？掐指神算是掐别人的手吗？华山，华山，佩仪，你太傻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因为这样的话，就没有人能再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了。何止是夜色，菩提江浸水萧瑟，漂泊的渔火，多么向往。爱子晚顺的，在辽阔江上孤独。林宁算是一个，崔曼书算一个，为何无人能我算一个。解我，在不断还有望着还有什么？被一个承诺。圣上，县主连日为破案奔波，今日又痛失姐妹，悲痛过度，请圣上准许，让县主休息几日。啊，圣上体恤，县主好生休息，近日不要到殿前去了，以免触景生情，睹物思人，再伤了身子。哎呀，圣上，这娘子果然是闭月羞花耶！此花应赠美人呐。老奴这就给娘子摘去。圣上，送淑卫回宫，快送淑卫回宫！微臣该死，微臣该死！哼，兴庆宫之中竟有如此残忍之事，速遣内乐局彻查此案。奴婢遵旨。多谢太师丞相帮，那个袍子
老主把脸烧了吧？有了。快！老大，我听说啊，南海有一种食人花，花种细小如沙，轻盈如尘，不易察觉。落在人身上便扎根下来，以人肉为泥，骨髓为肥，待到发现时就已为时已晚，只能活生生被抽干吸净，痛苦而死。香秀，定是宫中之物。香囊里的花种发了芽，借着墙壁里的泥土和春雨，开出了花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带太史城走条更快的路。来，县主，请先行。忘了太史城不会功夫了。观这般，剑马营。县主。艾草，救我！救我！来人呐！来！救我！让开！让开！别动！胡达，胡达，胡达，胡达！来急了！哪个造人心的泼的开水啊？看到是我泼的，不是你是谁？这俩谁谁没了解？吵吵嚷嚷影响我做生意，我还让你赔钱呢！我这个怎么算？别管！对啊！你去了哪里？有人要杀你，你不想知道是谁？我没，胡达，胡达！趁乱撒上去的，但这么多蝙蝠能藏在哪儿呢？是被切断的。有意思，从那盆泼出去的水开始，胡达就入局了。太史城去追的是不是一个身穿黑袍、头戴兜帽的大个子？就是他。那人有些驼背，足印前深后浅，应是常年拉重物所形成的习惯。方才县主去救胡达时，还同他擦肩而过了。艾草，那人身上有艾草的味道，勾陷胡达的就是他。可惜没能追上，是我不自量力了。太史城，不要妄自菲薄啊！你可是只凭一瞥就锁定了凶手，他对这一片应该非常熟悉，所以才能这么快脱身。将胡达尸体带回内业局，凶手定是宫中之人，跑不了。是。
县主可曾见过这样的标记？我在那人的板车上见到的。县主常在宫中，可曾见过？是禁房，宫中禁房的板车、木桶上都有这样的标志。如果是这样，就解释得通了。进角宫常年拉板车，足印前深后浅，能够自由出入皇宫，身份地位不会被人注意。而且清角宫多用熏艾来驱除味道，太史丞果然厉害。县主，冒犯了。有线索了，跟我去抓人。县主，你怎么众目睽睽之下和太史丞牵手啊？太史丞掐指神算，这不就把凶手的方位找到？掐指神算是掐别人的手吗？哎，圣上，你看，那远处是什么呀？县主，公主的尸体被烧得过于严重。县主昏迷期间，太常寺已封存残骸于夏宫。知道。有旨，上言佳节，天子眼前既有凶犯行此凶案，谋害公主，责令大理寺与内业局速查此案，接旨。这案子我来查。县主，你与宁远公主素来交好，这件案子还是交与别人来查吧。我说了，这案子我来。那就有劳县主了。
在场宾客、工人全部不许出宫，问清案发前后行踪，才可放还。是。药叉出现在西南方，去对面的3座楼上找，附近出现的人着重盘问。是。县主，这位郎君就是在西南回廊被抓住的，药叉飞过时，他就在附近。你是何人？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，见过不成县主。县主，此人如何处置？你用的什么熏香？家母所配，我也不知。你方才说自己叫什么？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。令尊可是太子太傅萧文渊？是。宴席期间为何离席？身子不适，前去更衣。更衣需绕行那么远？烧过什么？行石上火与木下金，卦中有乾坤。装神弄鬼，带走。是。如意阁上有情况。果然，和我预想的差不多。这是固定药叉用的。为了装神弄鬼，还真是没少费功夫。蜡油、丝线。果然，原来就是这个将药叉风筝拽过来的。对面蜡烛燃尽，固定风筝的丝线崩断，这里的机关就立刻被触动。有人处心积虑，想要婉顺的命。若想要药叉在公主跳舞时升空，不光要知道宴会的流程、公主出场的时辰，而且还要提前布置好装置，并且在适当的时间点燃蜡烛。凶手必定能在宫中自由走动。屋顶上的蜡油差不多半个时辰就能烧完。事发时，宴会进行了约3刻，所以说，凶手必须要在宴会开始前1刻左右就布置好装置，并点燃蜡烛。宴会开始时，我曾在那处阁楼中看到过太史丞。从如意阁顶到县主所说的位置，就算是身手了得之人，也至少要2刻才能赶到。所以说，不会是那太史丞，不是他。如意阁顶是石上火，这里也确实有木下金。
那个太史城靠卜算得这么准？他一定看到了什么。劳驾，给我笔墨。风正着火，冲向舞台，然后点燃宫灯。不，药叉着火是用来装神弄鬼的，舞台上的火才是用来杀人的。宫灯并非风筝引燃。是火药。这火药杂质极多，不像是官家配备，应该是私造的。所以，点燃舞台的时间也是提前计算好的。可宫灯分布在舞台四周，如何同时引燃呢？县主，方才那位被带走的太史臣让我把这个交给你，他说可以助县主破案。县主破案还用得着他帮忙吗？我替县主看看，他要耍什么花样。宫灯是在舞台下方被引燃的。凶手在舞台上的每盏宫灯下方都引出一个碾子，将碾子聚拢，在风筝升空前就计算好了时间引燃这些碾子，随后宫灯爆炸。凶手对时间的把握还真是精准。里面都是石板地面，只可能在暗门外的土地上留下些。老大，我错了，我再去找找。不用去了，他们一直在附近搜查，血印早被踩乱了。那我找人把这半枚血印踏下来。我懂了，这画中展示的就是暗门所在。县主，你看。这个太史城有点东西啊！走。县主终于来了。跟我走。县主可以还我清白了。我从来没有说过是你做的。既然如此，告辞。你可以走，但要跟我去查案。我是太史局官员，如何查案？我知道你去了哪里，见了谁。不信？你呀，去了花萼香灰楼。太史城在上元夜宴时入宫，必定是被秘密召见，所以你不敢说出自己的行踪。你在西南回廊看到了药叉现身，虽只是蛛丝马迹，但你的眼睛和脑子都很厉害，坐牢的功夫便想明白了机关的全貌。
确实是萧某匆匆一瞥，随后推演出来的。但县主所说其他，恕难告知。既然县主已知我无罪，属下官告辞。把手给我。什么？你呀，遇人不淑，一直被崔曼书欺侮折磨。我帮你看看，何时能遇到贵人，否极泰来。你会看手相？我会的多了。这条叫官鬼线，吉处福凶，凶中有吉，平身进贵，是非难免。就算事先知道命运又如何，还不是要熬着自己过下去？不必看了，我还没看完呢。贺兰啊，你与崔曼书禅院未尽，仍有秘密郁结于心。胡说！我不同你胡闹，我要回家。就算是我做的又怎样？崔曼书的死和我没有关系。我昨夜回府后，便与阿耶练剑到此时，周家上下都可以为我作证。周小娘子与崔曼书之死无关，那15公主之死呢？我查了宫内这个月出入记录，初时，周家进献淑妃年礼3车，可淑妃处那日入户记录却只有2车，有一车东西从宫门到淑妃宫里的路上消失了。巧的是，有人看见周小娘子押着一车东西去了偏门。至于这车中所在之物是不是火药，那位应该很快就能查得出。不必了。15公主的死，我确实脱不了干系。崔曼书与15公主结下梁子，这是我与母亲受辱大人。快一点，不要耽误我的生辰宴开席了。等一下，15公主也在，先起来。这清礼很新鲜，刚刚九娘就招待了我们好些，圣上跟淑妃也很喜欢。只是圣上从未问过，这清礼的礼是什么礼？九娘的一番忠心，天地可见。只是圣上都如此宽宥，九娘也抬抬手吧。既然15公主求情了，那这番我便饶了你们。看什么看？怎么还不开席？蠢笨东西！带着你阿娘回去梳洗一番，今日也都累了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 15公主救了我母女，也给足了崔曼书颜面，可崔曼书却将她视为眼中钉。她一边继续欺辱我，一边想法子报复15公主。有一天，她好像突然得知了15公主的什么秘密，每隔几日都要和王昭二人偷偷议论。15公主做出来的事儿呢？这要是传出去，
去院子里采些鲜花过来，这屋里的花都败了。他们说这些是从来都不带我的，可是有一次，他却突然和我说，15公主要有大喜事了，让我去好好恭喜。我得知此事之后，日夜祈祷，求15公主嫁得良人，远离纷争。可上月末，崔曼淑却突然让我去租一处房子给她。我得知冬至那天，她和15公主见了面，虽然不知道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，但公主似乎要去找圣上做主。我担心出事受牵连，只好按照崔曼淑的要求，假扮男装，用假名在延寿坊租了一处隐蔽的。是作何用途？他能做什么好事？但是来不及了，白纸黑字，记下的是我周家的马车。虽然害怕，但也不敢多问。直到上元节那天。吓坏了！我那时才知道，他让我运送火药入宫的意图。我问他，是不是他做的？连公主都敢杀，他简直是疯了。可他居然对我说：“这么死了是便宜的。”所以你本有机会阻止这一切，可是你什么都没做，是吗？我不敢。被欺负的太久了，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反抗。你装作一副受害的模样与我作戏，但你心里很清楚自己在助纣为虐。你很清楚那些火药能埋掉一条人命，只要这个人不是你自己，不是你阿爷阿娘，是谁都无妨，是吗？不然呢？难道你要我替公主去死吗？难道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我阿爷阿娘受制于人吗？你从来都没有受过这种气，你贵为县主，得圣上和淑妃的宠爱，你自然不会受制于人。你无父无母，你也不会知道，阿姨阿娘被别人捏在手里是什么滋味。休得无礼！忘恩负义，晚上救错了人，随你怎么说。我忘恩负义，助纣为虐，只要我没有死在崔曼淑手里，你将我绑了去，送刑部押天牢，找我3番5次我都认了。用不着那么麻烦，请冷静。崔曼淑为何会去延寿坊？不知道，我只负责租赁宅子，我没去过。光靠你一个人运起来的火药，根本无法在宴席上杀害公主。你另有同谋，他是谁？崔曼淑不会让他知道的。
我对不起十五公主，此事请责怨我一人，莫牵连我爹娘。县主，王赵两。 来不及了。降脂有毒，是生川巫毒。白天封了，接触过这些吃食的人全部带走。是。县主方才和王僧娘一同吃了这些饭菜。县主并没有吃切块，县主的备战很干净，并没有计算降脂。我没碰这道菜。县主。 王家小娘迟迟未归，王夫人寻到楼下了。麻烦。进去这么久了还不出来呀？这可怎么办呀？进去看看，进去看看。不能所有人都被拖住，你先带人追查下毒之人，从后门走，快。是。你也要走？不走难道留在这里被他们纠缠？ 三位闺女在此暴毙，不能不管。你想留在此处应对，与其在这儿做无谓纠缠，不如抓紧时间追凶。娘，快走！来不及了。我刚才说的话，太史还记得吗？什么？点刺右手上伤，中冲，挤压放血。若显能从黑子变红，我便有救；若是不然，县主。 靠你了，女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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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好不容易把女儿给你们送来了，才1个时辰啊，她就变成这个样了。无常县主，你能告诉我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？你女儿遭人毒害，我正在追查下毒之人。李佩仪，我念你是县主，我对你尚有一丝恭敬。我女儿她本不该来此，她是为了配合你问话，帮你查案，却在你手里没了命。若不是你将她带到此地，她何至于此？你居然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。夫人，县主查案也是心切，夫人不妨先将三娘带回府中，还她清静，也让县主追查真凶，告慰三娘。查明真凶，查明真凶能换回我女儿吗？你们今天一定要给上述府口的所有人一个交代。王夫人想要什么交代？把他绑了，去圣上面前评评理。谁敢？县主，县主，县主。药给他灌进去了吗？灌进去了，还灌了不少水，连血带水吐了2盆呢。不对呀，既然吐了，那应该活蹦乱跳才对呀。哎，会不会是我给他开错药了？这玩笑可不能开啊！厉四伯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县主。开玩笑呢，
没动静，那就说明没死，还在里面装模作样的，也好，养养精神。等圣上走了，我再来好好的抽他一顿，长长记性。县主，算我求你了，你下次千万别不打招呼就做这种事儿。这次多亏太史城了，不然我就要跟你上坟祭酒了。你放心，我命硬得很。我每天都觉得脖子上的脑袋在打晃，不知道哪天就掉下来了。那就让太史城给你卜一卦，看看几时寿终，给你个踏实。太史城比我还害怕你死掉呢，哪有心情卜卦？我死了，你就可以回太史局，怕什么？我怕不能完成县主的性命之托。我信得过太史城，我信不过自己。太史城来内业局，不会就是想来看看我死没死吧？是这个案子的凶手。你也察觉到了。按照周贺兰的说法，崔曼说设局谋害十五公主，动手的应该是袭击你我的那个黑衣人。如果黑衣人以崔曼说是同谋，为何会突然对他起了杀意？如果是同谋反目，黑衣人点火后躲在舞台下，之后混入回纥王子队伍出宫，先是偷袭你，再回到内侍省杀死刘德义。若是再去延寿坊杀死崔曼书，时间上根本就来不及。杀死崔曼书的另有其人。但如果有人杀了15公主，而另有一人在为公主报仇，那3位贵女以崔曼书沆瀣一气杀死他们的，就可以是同一人。以你对公主的了解，什么人会为她报仇？如果可以，我希望那个人是我。找到凶手，也是在为公主报仇。崔曼书身上的伤口极深，而且刀口是斜向下刺入，说明凶手比崔曼书要高，力道很大。凶手能找到延寿坊小院，应该很清楚公主与崔曼书之间的恩怨，能如此决绝地为公主报仇，若非终身死士，便是情深意重。我去找婉顺的侍女。县主余毒未清，还是先休息吧。找到凶手，为公主报仇，你说的。县主总是这样以命相搏。在关心我。好不容易把你救回来，我不想是一场徒劳。太史城昨日在周贺兰面前维护我，还没跟你说谢谢。那周贺兰口出谎言，妄议县主父母是以下犯上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。不过周贺兰倒也没有说错，我无父无母，确实不知道阿爷阿娘被别人捏在手里是什么滋味。我李佩仪，抚昌县主。9岁上元节，家中鲜血浸染，唯我身在宫中幸免于难。我自请入内业局，苦学查案之法，只为这天下蒙冤受屈之人讨一个公道。你是福昌县主？今日是内卫李佩仪。克星出雾女，于玄霄之手，流指月余，其色青黑。15公主和亲之时，恐怕真的没办法。这对金钏最为漂亮，你我各一颗。你是何人？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，见过武长卿。
带下去，看好了。宫灯中爆燃的火药是民间私造的，线索应该在宫外。那我便去查火药的来源。此人在延寿坊必有落脚之处。和舞台上的火药一样，这小院的确是凶手藏身的地方。凶手能够堂而皇之地将火药运进皇宫，却不被发现，定是有些本事。是右相侄女，九娘崔曼淑，原本还准备明日找她问话，居然死。查查这未出阁的深闺女子，为何会身穿喜服出现在这里？崔九娘张扬跋扈，只有15公主让她吃过鳖。延寿坊的院子是你租的，你为何不认？我查了宫内这个月出入记录，有一车东西从宫门到淑妃宫里的路上消失了。崔曼淑，她突然让我把一车东西送进宫里的偏门，是火药，连公主都敢杀，她简直是疯了。光靠你一个人运进来的火药，根本无法在宴席上杀害公主。你另有同谋，他是谁？不能所有人都被拖住，你先带人追查下毒之人。县主，县主，我死了，你就可以回太史局，怕什么？我怕不能完成县主的性命之托。黎明就是对王胜情深意重之人。又来迟了一步，难道是杀害公主的凶手杀害了林宁？我们被骗了。林宁，不，林宁是凶犯，但只是其中一个，而另一个凶犯比林宁更有力，更无声无息。太史成，你去面圣吧，用我一命抵婉顺一命，这是我的代价。怎么跪下了？师父叫我来，定是因为我做错了。从今天起，别再办案了。内业局的令牌交出来。太史成，律法和情义如何兼得？法者，知之端也；君子者，知之远也。但如果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，我还能相信谁？夫人不必太拘谨，我倒想多听听父亲母亲之事。15年前我太年幼，那晚的事我都不记得了。有些事不记得了，也是福气。县主在这里没有问到想要的答案，恐怕也不会再来。若他想起，便要设法应对；若没有想起，便要阻止他想起。原来世间真有如此特别的花朵，微风一吹，银光闪烁。此花应赠美人呐！老奴这就给娘子摘去。老大，我听说啊，南海有一种食人花，落在人身上便扎根下来，以人肉为泥，骨髓为肥。我知道是谁杀了韩笑，是胡达。胡达这趟差事要出宫，跟踪胡达就不劳烦太师成。今日无需值夜，我同县主一起去。胡达，是有人故意把韩笑的死引到胡达身上。县主常在宫中，可曾经过这样的表姐？是信房。如果是这样，就解释得通了。能够自由出入皇宫，身份地位不会被人注意。娄绰，你跑不掉了。韩笑出宫后，想必一直在遭受虐待。他到底是去哪儿了？怎么是这里？韩光相，娄绰在杀死胡达的附近遇到了韩笑。根据胡达马夫的说法，是在这个范围之内。这栋楼就在这个范围内。公公们都到了。
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江离。反正这10年间，江离从未出过真女堂。10年了，她长什么样子，别人早就忘记了。这真女堂又是你说了算，你一声令下，谁敢不从？可是，你图什么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。她可是当朝中书令太师之女，总好过我这个农野村妇吧。说不定江家人哪天想起我这个女儿来了，我就能享受荣华富贵了。成交吗？堂主，那江家娘子还敢不起？哼！我告诉所有的人，江离的事少管。是。他之后7日会在这里休养。纯白无瑕，他乡去哪？把相思画，别了枝桠，断了牵挂，跟着风沙，飘向天涯。夕阳西下，有枝还呀，想要吻下，但一句话，若遇着花，就告诉花，我愿随他回家。童儿，童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家娘子也不会死。没想到你忘恩负义，竟然还敢霸占她的身份。今天我就要杀死你，为我们家娘子报仇！童儿，你以为把我和堂主杀了就行了吗？那些把黎儿送到真女堂的人呢？那些10年间对她不闻不问的人呢？你以为他们就会悲伤愧疚吗？他们不会，他们不会，他们只会假惺惺一哭，将此事抛了，然后在肛门里风润自在。这是你想要的吗？你家娘子就该死了。主君，主君会为娘子做主的，主君会为娘子。我做主。江相国10年间对他女儿不闻不问，眼下死了，一了百了，反倒起了心为他做起主来。且做主又能如何？封了这真女堂，把黎儿的身子带回去风光大葬，那还不是让她一生无名又埋了秽土？那回去呢，给她那位继母争一个不计前仇的美名。童儿，我的确需要江离的身份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和江离活着，都是满身污名，无人可信。黎儿信任我，
我也信他。可如今，离儿亡故于此，已无法自辩。那我来替他辩。他们不是以为我们一辈子都活在污名之下吗？那让他们好好看看，我和你怎么从这一滩污名里踏出去。大家一定要认真打扫啊，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，尤其是那个树底下，都要打起精神来，一定要把真女堂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每一个人都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。童儿，童儿。你怎么出来了？我看你一个人拾柴太辛苦了，明日我陪你一起去。堂主说过，你暂时不能出这个院子。我再也不敢碰了。我让你好奇，再也不敢。说了那个灯笼，只有堂主可以碰，让你不听话，让你不懂事。别看了，快点走吧，一会儿被发现了。为什么灯笼不能动了？真女堂有规矩，不可点灯夜行，只有祠堂外才能点灯笼，所以点灯笼的人只有真女堂堂主。旁人绝不可动。女有四行：一曰妇德，二曰妇言，三曰妇容，四曰妇功。夫云妇德。女工不错。平日里做多了，就练出来了。再过些日子，我会打点好一切，告诉所有人你就是江离，你便可以出现在所有人面前。谢堂主。给我吧。但叫男而不叫女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自是能有你一口饭吃。自是听堂主吩咐。堂主，你今日换熏香了。做公事，勿要多言。堂主慢走。虚11刻，躺卧身定，遐思不眠，视为不洁；漏夜行动，视为不洁。虚11刻，躺卧身定。真女堂守备森严，我和娘子在这里住了10年，都没能找机会逃出去。现在恐怕更难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想出去透透气。不行，现在出去视为不洁，是要被打的。
大家现在都熄灯睡觉了，我悄悄跑出去，应该不会被抓吧？真女堂有深夜不能外出的规定，是因为以前有一个真女深夜偷溜出去私会情郎，结果摔下山崖死了。可她老是阴魂不散，整夜纠缠着真女堂。后来又有一个真女贪玩偷溜出去，结果碰到了那个女鬼，被吓得没了半条命呢。这怕不是为了不让你们出去瞎编的吧？不是，是真的。那个真女记得清清楚楚，那个女鬼也穿的是真女的衣服，而且个子高高的，可吓人了。高个子女鬼。3日后，参加月中法会的柳夫人会顺路来慰问真女堂。由于路途遥远，柳夫人会在这里住1夜。这几日你吩咐下去，务必把真女堂收拾干净，好让柳夫人住得舒服。知道了。柳夫人到来之日，让他们2个好好待在屋里，不得随意出入，以免污了贵人的眼。是。户部侍郎柳元丰的夫人。童儿，你知道柳夫人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她曾经是我们家叶夫人的好朋友。你头上的这支钗还是她送给我们家叶夫人的。柳夫人一路辛苦了。我来布施，又怎么会辛苦呢？见过柳夫人。真女堂这般上下齐整，实见堂主用心了。我贸然来访，恐打扰你们了。岂敢岂敢，夫人惠礼，我等感激不尽。厢房已经备好，还请夫人委屈一晚。这边请。童儿，童儿，快醒醒！今天晚上是我们唯一能够离开这儿的机会。怎么离开？柳夫人。可柳夫人一直都知道娘子在真女堂，平日里也不见她过来问候。况且，若是江家不发话，她能带咱们走吗？你把这个发钗交到柳夫人手上。这能行吗？你跟柳夫人说，江里有难，她看到这个发钗定会随你而来。可现在这真女堂上下都为堂主世尊，就算柳夫人肯为我们出头，等到时候堂主万一不认，还会反咬我们一口呢。若是柳夫人亲眼撞见堂主他品行不端呢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闻到过堂主身上的香味？他每天都涂脂抹粉，有什么奇怪？那他是每天，还是偶尔？好像不是每天。这就对了。我是第一次念女戒的时候，就闻到了堂主身上的香味。这种香味不是普通的香味，是依兰香。依兰香，就是夫妻之间调情用的。这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夫人，我看这几日主人没有过来看你，我给你准备了个东西。这是何物？依兰香。堂主身上出现调情香，灯笼就会出现在今夜的高度。堂主身上没有香味，
灯笼就不会挂这么高。原来这灯笼还有含义呢。真女堂附近，是不是有个鹤灵观？对，在对面的山上。那天溜出去帮你拾柴的时候，我特意往山脚鹤灵观的方向走，发现当灯笼挂在高位时，对面山上就能看到灯笼，而灯笼在低位时就看不到了。之前我去鹤灵观上过香，那里每隔1晚会有一次法会，有法会的时候，堂主身上就会出现调情的香，这时山上就可以看到升到高位的灯笼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那灯笼是去给鹤灵观参加法会的人看的。没错。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会不会只是一些巧合？不是巧合。有天，我趁着他们外出采果子，故意把灯笼挂低了。你猜怎么着？那天晚上，我就觉得一定会有事情发生。趁你睡着，我偷偷溜出去了，然后就碰到了你说的那个高个子女鬼。入夜不能出去，女鬼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控制我们，好让她自己方便行事。可这要是在真女堂被抓住，是要被关大牢的。而且鹤灵观还有法会，堂主怎么敢在柳夫人来的时候喊？灯笼是我挂上去的。姐姐，你太厉害了。那我现在去找柳夫人。童儿，你去找柳夫人，除了发钗，还需要一个理由。动手吧。不是，没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吧？我们没有机会了。我身上没有江离的伤痕，戏要做足，才能撇清自己的嫌疑。为了江离，我们必须这么做。主君，前面就是真女堂了。真女堂，那里关着一些不能下山的女人，确实是个藏身的好地方。撤！
你出来！你出来！出来！女菩萨，我遭人迫害，还请女菩萨帮我一把。这里不是佛堂，我也不是什么女菩萨，你在这躲着，早晚会被发现。那个窗户后面就是后山林，快走吧，走啊！多谢。你们再过来，我就杀了他。杀吧，正好再加一条杀人罪。苏国公，秦公子，赶紧束手就擒吧！你贩卖私盐的罪，已经逃不掉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把私盐的来处交代清楚，害我主君从鹤林观追到这个破地方。倘若说不清楚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的命。少诓我！落你们手上，能有什么好下场？你们今天要是不放我走，那我横竖都是一死，不如就在这儿死了。至少黄泉路上还有一个美人相伴。我这个人向来心善，既然你心中是这样想的，那我便如你所愿，一会儿让你和你这位美人在地下团聚。夫人，我们家娘子快要病死了，救救我们家娘子吧！这是我给珍珍的发钗，难道是李儿？是，快带我去找她。好，走。郎君，要不我们放弃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要不我们放弃吧。苏国公已经追到真女堂了，如今又当场抓住了你我二人，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这个臭婆娘，在胡说什么？上面的人是什么意思？把我们逼到了绝路，你先把我放了，我们好好跟苏国公认个罪，些许还能活命。你到底是谁啊？郎君，我是你的同谋。动手啊！你在说什么？哦，闹了半天，原来你们是同伙。你赶紧杀，杀完了，我再带你走也一样。正好让我看看，你们是如何清理门户的。我现在就杀了他！我可真杀了！跪下！起来，主君，你再看看他，是不是很眼熟？娘子，看看这布。娘子，那楼上有人在看你。哎，别的地方很难买到的。那就是新晋状元的夫人，怀乡第一才女，长得漂亮吧？你怎么知道她是怀乡第一才女？他派眼线四处搜集美人才女。陆基，你那人是苏国公。我听沈郎说，他为人张狂，行事狠辣，被他盯上不是什么好事。快走！
不要告诉我，你姓薛。你认错人了。也是，死都死了，在山上做鬼有可，在山上做贼，倒是不可信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不要听这个疯婆娘的，我是无辜的！你们抓错人了，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听着真烦啊！带回去，关起来。来人！今日秀香就在这把你给审了，审完了，叫你们这管事的把你给领回去。起来！肃国公，你看不上我吗？嘿，你这个女人啊，还真是放肆啊！身在真女堂的女人，就干不出贩卖私盐的事吗？我知道的，不比那个人少。你带他回京受审，为什么不带上我？求我关你？你还挺有意思。在这个地方，肃国公不能对我刑讯逼供，不觉得施展不开吗？离儿，你在里面吗？离儿，若是今日我们没有进来，你想唱的是另外一出吧？你是在说你不姓薛？你带我回京审一审，便什么都明白了。你原本想唱的那一出，今日可看得见？肃国公想看，来都来了，把我绑起来，带出去，我唱给你听。娘子，你怎么被绑着？哎，别碰他，他现在是我们肃国公的人犯。怎么回事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柳夫人是吧？肃国公，我追拿朝廷要犯至此，或此女与人犯有同谋之嫌。如今此女，我要带回详审。肃国公，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。童儿，这位夫人是娘子，这就是小时候常来看你和夫人的柳夫人呢。竟然是柳姨，柳姨，你真……柳姨，救救我！我不是什么犯人的同谋，我被人陷害，百口莫辩，我不想被带回京城受审，救救我！好，好，好，你别着急。肃国公，你怎么能随意抓人呢？这可是真女堂，就这样在堂里把真女带走，也不跟堂主知会一声。是不是有些不妥呀？柳姨，你帮我求求堂主，让他替我说说话。你别怕，我这就去找堂主，让他替你主持公道。我在这等你，柳夫人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把灯笼挂得高高的，我自然便来了。灯笼，现在不行，有贵人来，你赶紧走。你起来，你赶紧走。来都来了，我看过了，外面没人了。放开！
女娼，雕凤弄月，荒淫无耻！来人，把这对奸夫淫妇给我拿下！你们两个，快点给我拿下！刘夫人，走，快点，跪下，跪下！我还是第一次见，这做主的被绑着过来。这青城山真是让我开眼呢。刘夫人，我是被陷害的呀！我亲眼所见，你还想在肃国公面前抵赖吗？我不管这里的脏事，柳夫人请自便。来人，把所有贞女都给我叫醒，留2个看门的，全部都给我押回去。明天报官，让衙门好好审审。这2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啊，我看着就糟心。现在就给他们押走。是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柳夫人，你冤枉！柳夫人，柳夫人，柳夫人，我的人犯我可以带走了吗？主君，他身上有伤。现在怎么办？带走还是？找个房间让他休息。另外，你过来。审一审这个丫头。是。啊！总算是醒过来了。刘姨，让你受累了。你真是受苦了呀！怎么会伤成这样啊？哎，别动，头还晕吗？再躺一会儿啊。你这伤是怎么来的啊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肯定是那个娼妇所折磨的。你那丫鬟拿着发钗来找我，我一看这发钗，便知道你遭了难。你娘要是知道你在这儿遭了这样的罪，她得多心疼啊！刘姨，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这次我能见到柳姨一面，已经很知足了。就是不知道肃国公他会不会……丽儿，你别担心，我虽不能从肃国公手中将你带走，我定会让那江家人把你从他那里接走。你等着吧。快点，快点！火并跟上！听闻肃国公善于私刑逼供，但我得提醒你，此女可是相国嫡女。若是日后我发现她身上有何不妥，定会如实禀报江相国。这江家还会管她吗？江家不管她，那朝廷就管不了肃国公了吗？嗯，这柳夫人还挺厉害。说正事儿。哦，正事就是人醒了，带走吗？让他歇一晚再走吧，免得人说我苛待犯人。可秦公子都已经押走了，这犯人跟犯人不一样。准备纸笔，我要写封奏书。这真女堂，我也想凑凑热闹。是。童儿，姐姐对不起，我把姐姐自伤的事情说出去了，我真的是太没用了。没关系，如今也不重要了。姐姐，那个肃国公是怎么一回事啊？
是个意外。我听外面都在说要把姐姐带回京城去受审，这不挺好吗？将计就计，我们可以下青城山回京城了。可是姐姐，我们就算能回到京城，也回不到江家呀。而且，那个柳夫人真的会去江家吗？柳夫人不用去求江家。堂主与人苟合之事，已经给了柳公一个在朝堂上说话的口子。此事只要呈上朝廷，摆在圣上面前，江家就不得不把这个丢了10年的女儿想起来。江家位居高位，断不愿落个薄情寡义之名。所以，不管江家愿意与否，接江离回家这件事，他们不仅要做，还会做得风风光光。昨夜睡得好吗？肃国公一夜没睡。想了一宿，你到底姓什么？肃国公没有问柳夫人吗？柳夫人说你好像叫梨花。哦，狸猫，小狸猫。肃国公请自重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犯人教我自重呢。你这也太没有犯人的自觉了吧？这样呢？昨日发狠抽自己的后背，今日又伸手就绑。你这小命拼过头了。肃国公应该不怕拼命的人吧？走了。姐姐。陛下令臣采风问事，臣已悉数完成，写于奏表之中。朕听闻你妻子亡故，丧仪之礼辛苦连日，还能将朕交给你的差事办得如此妥帖，实乃能臣。回陛下，臣前些时日因家妻亡故，心中颇为伤怀，还要抽身回其母家处置后事。陛下所差未能尽善，臣迟出惶恐，还请陛下恕罪。人之常情，何罪之有？沈清与亡妻情深意切，又对其家人极尽孝道，实乃我朝典范。在朝百官当以此为例，凡有夫妻恩爱、治家守孝者，也当一应推举，为朝廷所倚重。谢陛下。江青。臣在。修陵一事进展如何？夏太后的陵寝已大致完工，只剩3间享殿尚余几处篆刻未删。下个月迁陵大典之前，定可全部完工。生母生前，朕未能尽孝，
将亲奏议，为母后建灵修园，上为天灵，下宽朕心，且亲自主持修建陵寝仪式，夙兴夜寐，连日辛苦，将亲奉朕，可谓是体谅之至啊。臣甘之如饴。免礼。陛下，臣刚从工部处得知，此次修陵亏空甚多呀。哦，陛下，上个月京郊大暑，酷热难耐，臣见修陵的工匠之中有人中暑倒下，不得不将工程暂停。但迁陵之期不可废，只能成倍地征调工匠以赶工时，更遣人从城南灌桶运水，以供工匠之需，其中必有织好，可怎么能被污蔑成亏空二字？都说中书令爱民如己啊，果不其然。不过修缮陵墓乃朝中要事，且不说百姓这悠悠之口，御史言官哪个不是捏着笔看着呀？私自更改工部预算，非同小可。江相国倒是借此事沽名钓誉了，可众口铄金啊！我提醒你一句，你置陛下于何地呀？李相国，江相。行了，多出的支号大内补了便是，两位爱卿不必再争执。是。柳青，臣在。青城山的真女堂，并非官筑的庵堂，也不是哪个官员私筑的学堂。可朕听说，这几年，京城的官员往那个地方捐粮捐物的甚多。就这么个地方，竟然发生如此荒唐龌龊之事！回陛下，家中夫人前去真女堂慰问，昨夜亲眼撞见，中书令千金江离可作证。此事断然不会有假。中书令千金怎么会在真女堂？回陛下，小女之前犯下大错，故将其送往真女堂修行。江相国，这本应该是你的家事，我不该多问。令爱被送去山中，已经是很久远之前的事了，这还没接回来呀。多谢李相国柳公提点。我的家事，自会处理妥当。我也是希望你父女早点团聚啊。有了上一本奏书，肃国公参的这一本，朕倒也不觉得稀奇了。真女堂的真女伙同贩卖私盐的逃犯相互勾结，藏匿逃犯窝藏赃款，简直罪不可恕。朕已命肃国公彻查此事，不管背后牵扯到谁，朕绝不姑息。这几日天凉，正是温补的好时候。这几道寡淡的菜，给主君和老夫人减去，把外头装上的野鸭子，用天麻和黄芪煨成上好的汤补上。要不怎么说，主君和老夫人的脾胃还是夫人拿捏的最准呢？不过是我照料的精致些，让大家有条理。快去准备吧。是。主君，夫君，夫君怎么这么匆忙啊？马上把江离接回来。怎么突然说这个呀？今日圣上点了2道奏书，一道是柳元丰的，一道是肃国公的。这柳公竟然将此事端到了圣上眼前，白白让夫君落了面子。这柳元丰是什么人？当年你父亲安插自己人进朝，掐了他的晋升之道，有此机会，他能不参江家一本吗？他参的还巧了。如今夏太后的陵寝将要竣工，正是圣上思念生母、承尽孝道之时。圣上自幼亡母，
又为太后不喜，这身世你是知道的。他柳元丰一道奏书，上戳圣上的痛处，下戳我江元柏的脊梁骨。梨儿姓江，如今真女堂出了这阿杂事，就算圣上和柳公不提，我们也应该把梨儿接回来。你不怪他吗？有什么好怪的呢？这么多年了，我相信他早已悔改。再说了，这世上有什么事情比得过江家的清白和名誉？此事还请夫君做主。麻烦的是，现在梨儿还在那个肃国公的手上。肃国公？怎么会在他手里？这个人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给江离安上了个窝藏逃犯、藏匿赃款的罪名。这个罪名一旦落实，用不着李仲南来泼污，我们江家从此就再也洗不清了。我得去见见这个肃国公，要是能把他接回来，这事还不能悄无声息的办，显得我们江家心虚似的。夫君的意思我明白。若是那肃国公肯放人，接回梨儿的事情，夫君就全权交给我来打理。咱们江家光明正大，热热闹闹的接回二娘子，这外头的人谁还敢嚼江家的舌根？夫人，你能有这样的胸襟，如此识的大体，我真是感慨。这么多年，承受最多的就是你了。当初梨儿对你做了那样的事，都过去了。若是夫君不提起，我几乎都要忘记腹中的孩子了。夫人，我向你保证，若是梨儿还像之前那样不思悔改，对你还带着怨恨之意，我定不会轻饶。谢夫君。利用完了我，不打算给我一个交代吗？肃国公，你有什么想问？你姓什么？肃国公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我问，你答。我姓江，单名一个梨字，是当朝中书令太师之女。为何与贩卖私盐的人贩勾结？我骗了你。骗我？这么说不是勾结人贩，是私会情郎。肃国公慎言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我在祠堂就是想见一面柳夫人，我好端端的没有招惹你们任何一个人，奈何你们一个个非要进我的门。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。我只有这个答案。问不出我想要的答案，谁也走不出这间新房。也许我是个例外。主君，江相国来了，人已经在正堂了。来这么快？他让属下给你带句话。
什么？说若是敢屈打成招，他就举着官印去圣上面前参你。行，看来我这里他是住不了了。我们这一路上是不是被他给耍了？他故意让我们把他给抓回来，可这人抓回来了，审也审不得，问也问不得，活像是请了一尊神。把这当做一场戏来看，也不错。该如何处置他？请人照顾好他，毫发无损，等江家来接。可是我们府上没有女人啊。去把他的丫鬟接回来。主君，那江二娘子提了一个要求。说。她说想让你帮她安排一下见真女堂的几个人。他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他？他说，你若不帮他，他就绝食，绝不会让你把他毫发无损的还给江家。你们国公呢？主君刚问完了话，歇着了。我的女儿在哪里？我现在要见她。江相国不必心急。这江二娘子的事，主君已经问明白了，是个误会。这江二娘子啊，清清白白，毫发无损，只是受到点惊吓。主君让属下给江相国带句话，这江二娘子可由江家自行接回。苏国公没有别的话了？是还有2句，一句是江二娘子的事，江相国谢了圣上的恩就行了；另一句是江相国来府上接人的时候，他送江二娘子半副国公府的仪仗。护送江二娘子回家，以正江二娘子清白。你来做什么？来帮你。我算是因你之祸得福。现在马上就可以回江家了，所以我会保你不死，仅此而已。那是自然。不过，你们要把江离之事彻底咽回肚子里。我可是为了你好，此案马上就要审理。你偷情一事，犯的是民俗，伤的是风化，与他们无关，你也不至于死。有我求情，你顶多坐几天牢。遇上大赦还能提前放出来，可你们杀了相国千金一事，那是死罪难逃。我顶替一事，最多算是贪图富贵，危及不了性命。可你们人命在身，一个都逃不了。千万不要妄想有了我的把柄就可以拿捏我。我死不了，但我可以看着你们死。堂主，堂主，堂主，堂主。